2022年对于我来说，可以算是我这一辈子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年份了。在这一年，我拥有了属于我自己的小家。在这一年，我辞去了我原来朝九晚五，村里人都觉得特别踏实、特别稳定的工作。在这一年，我30岁了。30岁辞去原来安安稳稳的工作，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一个，那就是做 UP 主一定很难熬。确实，可能粉丝数量比较多的博主的确可以挣不少钱，但是像我这样的视频制作者并不属于这一个行业，现在依旧处于亏损的状态，并且我有太多得罪过的品牌方了，即使是可以免费给我提供 seeding 的品牌方也是屈指可数。大部分你们看到的视频当中，这一些鞋款都是我自费购买的。你们眼中我那穿不完的球鞋，基本上都是我之前将近10年那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挣来的钱。亚当，你怎么还没火？快凉了吧？这是我这一年里面看到过最多的评论，不管是哪一个平台都是这样。我不玩梗，也不愿意玩梗，视频总是枯燥乏味，也不像其他的博主那样一直在给你们推荐什么鞋款，而我却总是在视频当中让你们不要选择。在我的视频当中，你最常看到的一定就是，如果你对于什么什么有要求，那这一双鞋你就不要进行选择了。我希望从消费者出发，尽量站在客观的角度为你们避雷，希望观看我视频的每一个兄弟都尽可能的可以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鞋款。2022年我一共测评了将近100双球鞋，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也有让我失望至极的。一般特别失望的鞋款，我都会将它们制作成一个合集，1个月、2个月，可能更长的一段时间，会出一期除草机的视频。也就是因为这个系列，我被很多的品牌方列入了黑名单。拔草不易，且看且珍惜。平时我给大家拔的草已经够多了，所以我在这一期视频当中不会有黑榜。2022年我穿过的篮球鞋当中，我最推荐大家购买的篮球鞋有哪几双呢？你们可以先猜测一下，在公屏上面打出你们的答案，看看你们能不能够猜中。欢迎收看亚当球鞋的年度最佳鞋款榜单，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的第一款闪击9，闪击9代是我在今年整一年里面穿过最为纯粹的一双篮球鞋，它拥有着极致的反应性以及场地感，并且低廉的价格也让它非常的亲民，300出头的价格，即使是学生党也完全可以负担得起。除了在吸灰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之外，它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在水准之上的。2022年最强后卫鞋的称号绝对非它莫属。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想要一双价格实惠、性能出众的后卫鞋，那闪击9代就是你最好的选择。第二款韦德之道10，作为国产篮球鞋当中最受期待的旗舰产品，韦德之道10没有辜负广大消费者们的期望。从韦德之道7开始就一直一蹶不振的韦德之道系列，在第10代重回国产实战鞋巅峰的位置，出色的实战性能以及合适的2级市场价格，让它成为了一双真正意义上的扣粮鞋。如果你打全场比较多，打法比较偏向于外线，那这一双鞋就是最好的选择。顶级的跑动感受以及中底反馈能够非常明显的提升你的运动表现。如果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韦德之道10就是我今年穿过所有的鞋款当中名副其实的最强实战鞋。但是如果站在比较主观的一个角度来说，那 AJ37是我今年穿过最适合我本人打法的一双篮球鞋。AJ37从推出至今，它的风评2极化就一直非常严重，鞋面的强度是否够用，中底的重心是否过高，脚踝保护是否够用等等，都是一直伴随着 AJ37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一双鞋就是我本人今年最喜欢的一双实战鞋，也是最适合我个人打法的一个鞋款。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依赖爆发突破，那 AJ37就是今年最适合你的一个鞋款。它前掌双层气垫的澎湃脚感，在其他鞋款上面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在发力突破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所提供的力反馈，绝对会让你觉得物超所值。国外的品牌当中，还有一款也在今年众多的鞋款当中脱颖而出，
彪马的3球2代 MB02。虽然相比上一代来说，它在颜值方面确实有所下降，但是它在实战性能方面的提升是非常具有针对性，并且非常明显的。上一代的 MB01 其实就是一双非常出色的实战好鞋，但是在力线的控制以及足弓支撑这两方面，的确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的。而今年推出的 MB02 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明显的改进，在足弓的支撑以及力线的控制这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并且 MB02 充足的货量让它在2级市场上面的价格也明显比上一代更加的亲民。如果你想要体验彪马的篮球鞋，那 MB02 绝对是彪马旗下实战性能最为出色的鞋款，没有之一。第5个鞋款来自匹克的闪现4力量版。闪现4代是跟我去年特别喜欢的一个鞋款 CJ1 特别相似的一双篮球鞋，不过它的抓地力表现比 CJ1 更为出色。虽然中底的跑动感跟 CJ1 还是有所差距，但是总的来说在穿着的体验方面还是比较相似的，而且合适的中底重心以及出色的中底缓震，让它在适配性方面比 CJ1 更为出色。基本上每一个位置各个打法的球员都可以进行选择，并且都可以得到比较不错的实战体验。这个鞋款可以算得上是今年最适合具有一定下肢力量基础的朋友去进行选择的一个团队鞋款。而第6个鞋款则是更加适合对于缓震有比较高要求的朋友去进行选择的一个团队鞋款，没错，那就是来自361度旗下的大3 Pro。大3 Pro 应该可以算是2022年我穿过的所有鞋款当中最为均衡、适配范围最广的一个鞋款，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进行选择。如果你过年拿到了压岁钱之后一定要买一双鞋的话，但是想不好要买什么，那买一双大3 Pro 你绝对不会后悔，并且361度对于球鞋配色的把握还是非常到位的。这个鞋款有特别多好看的配色可以选择，不过如果要加钱的话，我绝对是不推荐的。如果价格过高，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第7个鞋款也是今年最后的一个鞋款，没错，今年一共只有7个鞋款上榜，最后一双就是我2022年上半年穿过最适合外线球员选择的超轻2022。今年上半年热度最高的篮球鞋，这一双超轻2022绝对榜上有名。出色的颜值、出众的性能，让它从今年的一众篮球鞋当中脱颖而出。虽然在下半年这一双鞋的热度有着明显的下降，但是它出色的实战表现绝对是值得上榜的。当然，它偏硬的缓震表现以及它后跟偏高的重心都是它比较明显的槽点。如果你比较介意这2个点，那这一双鞋就不会是你的菜。OK， 这就是2022年我最推荐大家购买的鞋款，也是今年我个人觉得最值得购买的鞋款。不知道这些鞋款当中有没有属于你的年度最佳？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出自己心里面2022年最强的实战鞋，或者说是最适合你自己的实战鞋。2022年对于我们国产运动品牌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每一个品牌在这一年的进步都是巨大的，不管是李宁、安踏、匹克、361度、特步、国桥还是准者，每个品牌在2022年都有亮眼的鞋款推出。希望2023年我们的所有国产运动品牌能够推出更多更为出色的鞋款。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我们2023年一起努力，一起进步。Peace。